虽然在海边宿营，虽然与海仅隔一条路，虽然夜里很安静，但还是没听到浪的声音。借着凌晨微弱的光，能看出退潮后刷新的海滩。沙滩很软，步子越慢，脚印越深。渔人拖了块横平竖直的泡沫板走向大海，用一把不太灵光的桨驱动着不太像样的船。船身早就有了，很有耐心地逐层扯去清晨的包装。日出的关键点肯定会被暗箱操作，出发时间也就没有了约束。不远处的海边有一处观景台，看地图才知道视野之外就是马祖。忽然间无形的思念染上了色彩，让心怀希望的人笃定迟来的朝阳能照亮幽蓝的海。一个温暖到近乎热烈的冬日，90公里的路程将是一场双向奔赴。到达福州市区和小鱼同学见面，奔赴还没有结束。1个半小时后就能见到从山东飞来的大海。干嘛？啊，没注意，戴口罩没看出来。哎呀，我戴着帽子和口罩，举着小相机，让毫无准备的大海有点发懵。他的发懵仅仅几秒而已，本人的发懵却要按天算。这是和大海的第2次见面。面对福州的盛宴，1个小时后我就被几两迷魂汤洗花了眼中的色形，磨秃了舌尖的滋味，只剩下不受控制的嘴巴转圈说着车轱辘的话。一时的痛快换来天亮后的一蹶不振。第2天中午看见美味的福州小吃依然没有半点食欲，感觉被蹂躏的肠胃进入了叛逆期。别管是海蛎饼还是锅边糊，知道等食欲恢复的时候就会后悔。食欲恢复得益于午后散步。小鱼同学把大海和我放在路口去忙自己的事，2个北方男人在福州的江边享受着温暖的冬天。近期调整的旅行节奏宣告失效，朋友和美食的双重围攻让我搁浅在福州。忽然想起还有另一个多年未见的小妹也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明天该去看看她了。